而 Zelle 转账完成之后，钱是直接到了银行账户，不需要操作提现，而且也无法撤销转账。只要我们有了美国的银行账户，就可以用自己的美国电话号码和邮箱无脑申请 Zelle 了。我们可以开通多个 Zelle 账户，或者说我们有几个银行账户就可以开通几个 Zelle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Zelle 作为美国的一个第三方的转账工具，这2年越来越火了。很多小伙伴开美国银行账户，最关心的一点就是这家银行支不支持 Zelle。有了 Zelle 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无手续费的免费的收款，可以实时到账，可以不用担心银行电汇风控的问题了。那么这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Zelle 是什么， Zelle 转账有什么优势，为什么可以做到无手续费秒到，为什么 Zelle 可以降低账户被风控的风险。首先我们来聊一聊 Zelle 是什么。 Zelle 最初是由摩根大通、美国银行、富国银行还有 Capital One 这些银行联合起来搞的一个银行间的转账工具。可以说 Zelle 就是这些美国大银行的亲儿子，所以跑路的可能性无限接近于零。既然是亲儿子，那么待遇肯定是不会差的。所以说像摩根大通、美国银行、花旗银行这些美国顶级银行的网银还有手机银行全部都是内置了 Zelle。 另外从 Zelle 的官网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几乎所有美国的主流银行都支持 Zelle。 那么 Zelle 有什么用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一个用途，那就是转账。这个转账不是普通的转账，而是实时秒到的那种转账。可能很多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小伙伴看到这里就笑了，实时转账的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我们平时转账都是实时秒到的呀。但是美国的金融系统却不一样。熟悉美国金融系统的小伙伴都知道，美国银行系统间的转账目前还没有实时到账这个说法。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做不到，而是考虑到风险欺诈的问题。美国银行系统间的转账一般有3种。第一种是写支票，这也是美国人最常用的一种方式，小到交房租，大到买房买车，支票的使用率可以说是很高的了。我们平时能够接触到的支票一共有2种，一种是个人支票，就是这种完全是空白的。我们在美国银行开户成功之后，有的银行就会免费的提供一本支票。比如说我之前介绍过的 Access 美国银行，开户成功后就给了我这么大一个支票本，里面一共是有4本支票。个人支票在左上角这个地方会有我们的名字和地址，下面会有这个地方会有银行的 ABA 号码和我们的账户号码。还有一种支票是现金支票，是长这个样子的。这种支票需要我们去银行柜台去开的。个人支票的金额我们可以随便写，哪怕我们账户没有1个亿，那我也可以开1个亿的支票出来。因为个人支票填写完成之后，支票上面实际填写的金额是不会马上从我们的账户中扣除的，要收到支票的人去银行兑换的时候才会被扣除。但是别人收到这张支票去银行兑换的时候是兑不出来的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空头支票。在美国恶意开空头支票是诈骗，要坐牢的。如果不是故意的，可能是不小心写错了，或者说账户余额不足，这种情况也是要付给银行罚款的。而现金支票它基本上就等同于现金了，我们去银行柜台开好现金支票，我们的账户余额马上就会发生变化，钱就已经扣掉了，几乎不会有诈骗的可能。美国的银行对待这2种支票的态度也是完全不同的。美国的个人支票可能会是空头支票，所以说我们今天把支票存入银行之后，这张支票的钱并不会马上到我们的账户。一般银行的做法是，支票金额的 20% 会在存入的第2个工作日内到我们的账户，其余的 80% 会有一个处理期，一般是5个工作日之后才会到账。这是因为银行要确定这张支票的开户人确实是有这么多钱的，确认不是空头支票之后，这张支票才能全额进入我们自己的账户中。而现金支票的处理就很简单了，第2个工作日就能够全额到账，我们马上可以使用这笔钱。因为现金支票开的时候，钱已经从对应的账户中扣除了，欺诈的可能性几乎为0，这张支票就约等于是现金了。通过支票来进行转账支付，几乎没有什么额外的成本，
顶多是自己买支票本的费用，但是很多银行都会免费的送支票本，所以说这点费用可以忽略不计。第二种转账方式就是 ACH 转账。ACH 是通过美国的自动清算系统进行支付，也被称为电子支票。ACH 的用途一般有2个，第一个是接收工资或者说其他公司账户的转账，比如说我们最常看到的一种说法是滴滴存款，也就是直接存款，就是公司发放工资的最常见的方式。另外一种是我们自己在不同的银行的账户内资金互转，比如说我在 BOE 美国银行、美国花旗银行和 Access 美国银行这3家银行都有账户，那么我可以用 ACH 网络在这3家银行之间互转，而且完全免费。另外我们还可以用 ACH 给自己的券商账户入金，或者说券商给银行入金，都是完全可以双向操作的。实测一般是第2个工作日可以到账。至于 ACH 转账给其他人的账户，原则上是可以这么做的，但是目前我自己主力用的这几家银行都是只支持 ACH 到自己的账户， ACH 转账大部分都是免费的，无论我们是接收还是发送。但是坑爹的是 BOE 美国银行发起 ACH 转账每笔是要3美元的费用的，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在其他银行后台发起，也可以规避掉这个费用。需要注意的是 ACH 转账和支票一样，都是可以撤销的。第3种转账方式就是电汇。电汇可能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转账方式啦，操作简单，实时秒到，不存在被撤回的风险。但是美国人使用电汇的频率其实并不高，小额转账一般用第3方服务，比如说 Zelle， 消费一般是信用卡，买房买车更多的也是写支票，实在是很少有机会会用到电汇。因为电汇一旦汇出就不能撤回，发生诈骗的可能性比支票和 ACH 都大得多，所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说很多小伙伴说自己一操作电汇，自己的网银就会被封控了。讲了这么多美国转账的事情，其实主要目的是想说 Zelle 转账可以说是美国银行系统的一股清流，目前已经发展为美国的国民级应用。那么 Zelle 有什么优势能让它成为国民级的应用呢？目前美国市场内能够转账的第3方工具有很多，比如说 PayPal、Venmo、Cash 都是可以进行转账的，但是他们的转账更多是第3方，也就是说转账后钱是到了他们自己的平台，如果说想要到银行账户还需要操作一次提现，而 Zelle 转账完成之后，钱是直接到了银行账户，不需要操作提现，而且也无法撤销转账。可以说 Zelle 真正做到了小而美和银行系统无缝对接，体验丝般顺滑。那么 Zelle 要如何去申请呢？申请 Zelle 的前提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美国的银行账户，只要我们有了美国的银行账户，就可以用自己的美国电话号码和邮箱无脑申请 Zelle 了。方法很简单，2分钟就可以搞定。大家可以看我之前做的这个视频，演示了 BOE 美国银行如何开通绑定 Zelle， 如何通过 Zelle 转账，其他银行的操作也完全是一样的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大部分用 ITN 网上申请的网络银行是没有内置原生 Zelle 的。如果不支持原生 Zelle， 我们也可以下载 Zelle 的 APP， 手动绑定网络银行的借记卡来尝试开通 Zelle。开通 Zelle 的手机号码一定要是美国的实体号码， Google Voice 这类虚拟号码是没有办法申请成功的。根据我自己的经验，目前还没有哪家网络银行可以顺利的绑定成功。如果有成功的小伙伴，欢迎在视频下面和大家分享。另外 Zelle 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，我们可以开通多个 Zelle 账户，或者说我们有几个银行账户就可以开通几个 Zelle。我们用不同的美国电话或者邮箱绑定不同的银行账户，就可以注册不同的 Zelle 了。但是 Zelle 并不是完美的，也有它自己的限制性。Zelle 最大的问题就是有限额，个人账户24小时内最多转10笔，总额不超过3500美元；7天内最多转30笔，总额不超过1万美元；30天内最多转60笔，总额不超过2万美元；单笔最少转1美元，最多转3500美元。如果想要更大额度，可以考虑开美国公司银行账户，公司银行账户也会内置 Zelle，
Zelle 的额度会高一点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。如果大家对 Zelle 的使用或者注册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。如果大家想要开美国的个人银行账户，或者说美国的公司银行账户，可以通过视频下面的联系方式找我咨询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